情况暂时稳定了，但那个回旋肢和前降肢堵了95%，必须在24小时内进行搭桥手术。先做相关的检查吧。如果他没有什么严重的禁忌症，明天一早安排手术。谢谢您，大夫。爸，你怎么了？你哪不舒服？大夫，我不做手术。不，你听我说啊，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呀？血管病变太严重了，你现在不能做支架，只能进行搭桥手术。我不做手术。爸，我不签字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做手术。爸，不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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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是患者的女儿要求手术，但患者本人神志清醒，坚决不同意手术。怎么办？我们总不能违背患者的个人意愿吧？肖主任，这类手术近些年你们科做过很多例，成功率很高。现在不做又不会好转，这根本不是个选择题。哎，主任，你们都在。这个是葛初心最新的腹部 CT， 该右叶发现肿瘤占位。我刚在公安医院查到了他的病历，5个月之前他就被确诊为肝癌早期，但是他没有接受治疗。最新的检查结果显示，肿瘤已经4.5厘米了，发现临近淋巴结浸润，无远处转移，综合评价肝癌2期。体检倒是没发现其他器官的癌细胞转移。他发现早期肝癌为什么不接受治疗啊？早年因为过失杀人被判死缓，几年前刑满释放又发现了癌症。这么多年接连的打击，有几个人还能坚持住，永远打不倒啊？可是他的家人一直在等他，希望他能活下去。现在无论哪个单独的病情都可以尝试治疗，但是他肝癌2期，肾衰加上心梗，无论是手术还是化疗都没办法做。钟主任，我们该怎么跟患者的女儿说？干了30年的大夫，最难的往往不是面对抢救室里的患者，而是面对患者家人，亲口承认我们无能为力了。说不出口也得说呀。我去吧，辛苦了，肖主任。还是我去吧。我是患者的首诊大夫，通知家属是我的工作。陆大夫，我妈妈怎么样了？妈妈已经上呼吸机了，暂无危险，但情况不是很乐观。我们正在联系器官调配中心寻找肺源。谢谢。我来是想跟你谈一谈你爸爸的情况。哦，你快帮我劝劝他吧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他只是摇头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爸，陆大夫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别打扰他，你跟我出来说。陆大夫，来，跟我出来说。爸，
怎么了？您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我想见见孩子妈。这可不行，您现在情况特别危险，不能随意的挪动。况且您妻子是昏迷状态，您就是见了她，她也不能说话。爸，您别激动，您先别激动，您先别激动，别激动。你干什么呀你？别激动。大夫，我知道我的情况，我要见他啊！让我见见他，求你了。躺好，躺好。我答应了你的要求，你也得答应我的。千万不能坐起来，好好躺着，别激动。谢谢你，大夫。陆大夫，好好陪他们吧，有情况随时呼叫我啊。爸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我妈她能听见。徐老师，你咋老成这样了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以前他管我管得可严了，吃饭不能出声，不洗脚不能上床，下了班得赶紧回家，像个老师似的，所以我就叫他徐老师。每回这么叫他，他总是笑。这些我从来没听我妈说过。说这些干啥呀？一个男人留给老婆和孩子的回忆，只是痛苦和眼泪。做男人做成这样，失败呀！您别这么说，我妈她从来都没有怪过您，她还一直不让我恨您。当初您要是不被人欺负急了，怎么会跟人打架呢？我妈常说，等您出来，咱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。你身体一直不好，我也没能照顾你。你一个人把孩子拉扯这么大，不容易啊。琳琳这么懂事，你还教育她
不要恨我，我这是积了几辈子的德，才娶了你这么个活菩萨呀。我吃了大半辈子的牢饭，算是还清了年轻冲动犯下的罪。可是欠你们娘俩的，怕是还不清了。我知道你不怪我，可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。我的病情我知道，即便是治好了心脏，也扛不过肝癌，所以治不治的意义不大了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咱得治病啊！在服刑期间，我签下了器官捐献同意书。老天有眼，让我和你的血型一样。我知道你现在需要移植，如果条件合适，你就拿去吧。不为还债，我只希望你能替我多活几年，看着琳琳结婚、嫁人、生孩子。看来我这个甩手掌柜又得麻烦你多辛苦几年了。咱们家园里的葡萄该熟了吧？熟了，结了好多果子，把枝子都压完了。多好啊！谢谢。干嘛呀你？我才来2天，你已经在我面前哭过2次了。我平常不这样。那就是我特别走运。是我最近特别倒霉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在想，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11年年资的专家级主治医，还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实习生？你尽情嘲笑我吧，我可怜你们这些冷血的人。生离死别，我们几乎天天都会看到，很多人已经麻木了。一个已经分散了的家庭，在最后的时光里面没有一点恨。
都是宽容和善良。你说维系这些的是爱，还是家庭责任？爱情、亲情、责任、愧疚，应该都有吧。不过我思考的是，如果这个男人不是癌症2期，只需要一个心脏手术就能康复，他还会这样选择吗？你怎么这样想啊？你这个人真灰色。想说我阴暗就直接说。在我看来，你最大的可爱之处就是率直。洗把脸，我们还有工作。率直，可爱，性功能衰竭，加大眼流量，肾上腺素1毫克进推。好。准备插管上呼吸机。好。能做的检查都做了，检查结果显示葛树新的肝癌没有转移，腹腔淋巴结没有肿大，肺脏也无明显病变。你说的我都明白，但是癌症患者是不能作为器官捐赠人的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可是他妻子如果不接受他的肺移植，最多扛不过1周，这是他唯一的选择。接受移植确实是他唯一的选择，但是万一移植出了问题，他也可以告人和，说我们是为了钱，为了做高难手术违反常规，我们不能不考虑。这是患者女儿在获知所有可能以后，强烈要求手术，签的知情同意书。庄大夫，你的看法呢？这样的移植手术，国内国外都没有绝对的标准，做或者不做，都有足够的理由。那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吧。哦，都在这儿。对。副院长、肖主任，刚通过电话，上级希望我们在尊重科学、尊重病人和家属知情权的情况下，特事特办，不要拘泥死规定，尽最大努力挽救病人。既然有上级领导的明确指示，副院长又是这方面最权威的专家，那就请您决定吧。现在家属意愿明确，病人的指标、我院的技术又都能完成这次手术，我决定马上开始讨论手术方案。傅老师，这次还是请您主导吧。副院长，可有些日子没有看您手术了，这次一定要录像，作为经典教材。啊？你好，器官调配中心。你好，我是仁和医院，我们有位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的患者，刚刚判定脑死亡。
进来。副院长，这是病人徐芳英和葛树新的配型情况和胸片。放下吧。这些还需要你亲自送过来。这么大的手术，又是院长亲自主刀，全院上下都很重视，我来送最合适。好啊，谢谢你。那我走了，副院长。杨帆，你和庄教授比较熟，能不能考虑一下？副院长，全院上下都非常关注您的这台肺移植手术，您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我想要陆晨曦做我的助手。患者 COPD 6年，支气管扩张很严重。我的方案是给患者进行序贯式双侧单肺移植。是双侧前外侧切口吗？是。秦先，你来给患者进行体外循环，并且负责取供者肺。傅老师，您注意到了吗？患者肺部动脉放过支架。是啊。所以这部分动静脉吻合难度非常大。再过几个月，你就要做住院总了。这段时间除了业务学习，多跟方志伟交流一下，掌握一下科里的情况。他要是忙不过来的话，我可就要去找你了。好嘞，主任。啊，好，你去忙吧。好。煮咖啡呢？啊，要来一杯吗？啊，我心脏可受不了啊。我忘了，你喜欢喝黄山毛峰。是庐山云雾。你是真不懂茶呀。哪天我给你好好上上课。好。真香啊。副院长已经开始为患者准备移植手术了。机会难得啊，安排录像了吗？安排了。其实我一直认为，这应该是你在这个医院里做的第一台移植手术。患者前几天来就诊的时候，主动要求副院长做他的主刀大夫，我怎么好提呢？来，尝尝，味道还不错。患者当然会慕名而来了。只是副院长这2年很少做什么有难度的手术了。外人嘛，当然不知道。没想到副院长他没有邀请你共同手术吗？没有啊，他没有跟我提过。他安排陆大夫参与手术了。哦，倒是合情合理，只不过不太合适啊。陆大夫是徐芳英的首诊大夫，又是器官提供者葛树新的急诊大夫，情况他最了解，哪里不合适了？陆大夫虽然业务能力强，但是他在移植这个方向接触的太少了。这次手术，他作为一个好的助手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是，他顶替不了主刀啊。
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副院长的身体呢，不大好啊。这2年，连肺癌手术都很少独立做完全程了。味道不错。下次你遇见这种情况，别急着叫会诊，你让我先来，你这不给人家客添麻烦吗？记住了啊！知道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庄教授，急诊陈少聪。你好，陈大夫。中午吃饭的时候见过你。哎，是，一直没好意思跟您打招呼。哎，您来急诊有事啊？有什么事你跟我说，我这熟。好，我知道陆大夫要参与肺移植手术。本想请他带我去参观参观，不巧他已经走了。哎，我听说肺移植也是您的专长。您看副院长手术，您是想观摩呢，还是想比较呢？当然是观摩学习了。10年前，副院长做仁和第1例肺移植手术的时候，我正在考加州大学医疗中心的心肺移植组，看遍了全世界各国这方面的手术资料。副院长那台，印象很深刻。这么说倒也是，副院长上一台肺移植手术大概是3年前吧，这回确实值得一看。看来做院长杂事儿多，大手术不常上台了吧？哎呀，当了6年院长了，也就这2年不怎么主刀了。平时呢，门诊出的多，手术少。上台也就是指点1、2，不跟全程了。这么有经验的手术大夫，真是可惜了。大概是为了培养年轻人吧，也不能一旦手术都让他做了，年轻人没有实践锻炼的机会呀。你说是吧？那这次请陆大夫做助手，看来他在肺移植方面也是很有建树的呀。他可没做过肺移植。他的专长是胸腔镜小切口和食管手术，这次就是副院长退休前带他参与一下啊，让他开开眼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哎，不是，再见啊！只是副院长这2年很少做什么有难度的手术了。副院长的身体呢，不大好啊，连肺癌手术都很少独立做完全程了。傅老师对任何后辈、所有病人都是一视同仁，从来没有因为个人利益区别对待过别人。副院长，可有些日子没有看您手术了，这次一定要录像，作为经典教材。庄教授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副院长，我请求替换陆大夫配合您完成这台手术。既然陆大夫已经离开胸外，院领导又正式把他调入急诊，这个手术他不适合参与。这不是特殊情况吗？你以为我愿意回你们胸外啊？这个手术本身难度很大，谁都无法保证一定成功。现在全院上下都很关注，如果出现意外，对患者对仁和都无法交代。我负责供体肺切除，并配合您完成移植手术，这样组合更保险，也对患者更负责，请您考虑一下。庄教授去年1年曾在加州大学医疗中心主刀进行过3例成功的肺移植，这次又熟悉患者的情况，主刀这台手术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只是病人家属一定要求我来做，我们需要尊重患者的意愿。让庄教授当助手，屈才了。
副院长，我先去准备手术了。庄教授怎么突然想到要来做这台手术的助手？这原因重要吗？是听到了什么消息，或者谁和你说了些什么？如果院长觉得我的话没有道理，可以不必接受我的建议。如果庄教授是出于公心来帮助我，我非常感谢。如果是受人所托，或者受人指使，就太不体面了。副院长觉得谁能指使我，又为什么指使我来做这事儿？我承认，陆晨曦没有庄教授那样漂亮的履历，他的确是我心爱的学生，把他调到急诊科，太委屈了。我说这话，不知道庄教授体谅不体谅？副院长的惜才之心我理解，但如果仅仅是为了打击陆大夫，阻止他回到胸外，我就直接跑到这儿来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求替换他，那您把这事儿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吧？庄教授这意思，还有别的原因？陆大夫说您对所有后辈都一视同仁，说您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去拉拢排挤他人。我想您更不会为了自己的名誉把病人作为赌注。我真希望他看到的是事实，而不是虚伪的假面。我去准备手术了。找我？我参与今天的手术，不仅仅因为我是他们的首诊大夫，我是真的想为他们尽点力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想的那样。我想什么了？我替换你的理由刚才已经说了，那就是全部理由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没必要跑来再跟我辩论。我不是来跟你辩论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我不会做这种事情。陆大夫，你也不小了。工作也过10年了，一些情绪上的狠话，还有任性的举动，你要考虑自己是否能承担后果。做一件蠢事可以，不能一而再再而三。姐，你也走。蔡安，我已经阻断上腔静脉，即将处理下腔静脉，进行肺灌注，切除心房袖。供体大概还需要1个半小时。好，知道了。吸血。院长，庄教授那边说1小时30分钟后可以完成共肺切除。哦，我知道。冯老师，这边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我马上就好。
血管阻断弦，帮我抬起心脏，露出左肺静脉。组织姐，开始分离。傅老师，傅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。来，消毒。到。陆大夫，还不同意是吗？就算你不是胸外科的大夫，我也要求你参加手术。我去跟副院长说。别去了。我没参加这台手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刚才我没告诉你。有非移植水平更高的大夫代替了我的位置，这样安排更有把握。大家都说你是胸外科最好的年轻大夫，为什么不是你啊？虽然我一直不想承认吧，但无论在技术还是经验上，仁和胸外现在有一个比我更好的大夫。我走路低头玩手机，脚下一滑摔倒了，结果地上还有一块尖石头，太倒霉了。你走路不看路，还怪自己倒霉啊？姐姐，你说我这会不会留疤呀？你别哭啊！这样不敢说，你这眼泪一泡，肯定是个大疤了。啊？我不哭不哭。你这伤口挺深的，估计得缝。你自己先拿纱布盖着，我去找大夫。嗯。哎，陈大夫，这有个病人，您处理一下吧。杨大姐，从午饭到现在，我一个接一个都没停过，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找我？有事找陆晨曦去啊！本来也不放心找。你给我等会儿。有什么疑难重症是我这个大专家解决不了的？疑难重症倒不是，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脸上缝针，不扰您大家了。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脸上缝针，那得找个活精细的，陆晨曦比不上。哎呦，真不用您了，我去找陆大夫，人家可是胸外的一把刀呢，是吧？你别去烦他了，他正郁闷着啊，交给我吧。郁闷。你好，医生好。来，纱布摘下来，哥哥看看。哎呦，你这磕的可够深的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给你好好缝，一定不会留疤的。嗯。杨护士，去眼科，接眼科针。去呀！钟主任，哎，你也在打啊？续一根？不续了，我就一根的量。我走了，钟主任。老杨，你们胸外这几天挺热闹啊。